欢迎收看荧光笔工作室。我们是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六呢都会上在一支跟马来西亚有关的知识型频道。马来西亚呢，因为独特的这个地理环境啊，让它在很早以前呢就成了海上贸易的必经之路。而云集的商人们呢，更是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在这一片土地上面的交流融合，形成了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特色 blend。因此呢，只要我们的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得到呢，在各地的城市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街道，同时聚集了各个宗教场所，街头有一间庙啦，街尾有一间教堂啦，还有背对背靠在一起的清真寺，还有新都庙。那这一种呢，世界非常少见的景色呢，是非常值得所有马来西亚人关注的。我们称这种街道呢叫做和谐街。今天呢，就让我们荧光笔工作室呢，配合2024年度想要生活节的主题 Blend 餐餐。一起呢走进我们马来西亚这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这个现象，看看呢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呢是如何在马来西亚这一个土地上面呢互相融合的吧。对了，我们想要生活节呢是在8月30、31号还有9月1号呢在吉隆坡巴沙森利的 MRT Station 举行哦。槟城呢也会有一场，就是在9月14、15、16。那想要参加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喽。好，准备好了吗？和我们荧光笔和谐观光团一起出发。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六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各位团友们，欢迎参加荧光笔和谐观光团。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站马六甲和谐街。话说呢，在500多年前的时候，有一位来自苏门答腊的小王子 Parameswara 拜里米苏拉，他就辗转呢来到了马六甲这个地方，并且看中了这个要山有山，要海有海，然后又有海湾的这个风水宝地。于是呢，他就做出了一个 decision。就是在这个土地上呢，打造自己的王国。那根据呢马来纪年 Sejarah Melayu 的这个记载呢，想当年拜里米苏拉呢刚刚到这个渔村的时候啊，就是靠在一棵马六甲树 Pokok Melaka 休息的。那这棵树的名字呢是源自印度神话当中的宇宙之树，梵文呢就念作阿马拉卡，因此呢小王子呢也就顺理成章的把这一个渔村呢叫做 Melaka 啦，还好不是叫阿拉玛。而马六甲王国呢，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之后呢，就终于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为重要的航海贸易据点，就吸引了来自印度啊、中国啊以及这个阿拉伯半岛等等地方的商人来进行这个贸易还有探险。那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们啊，都会用自己的语言来称呼马六甲。在当地呢，马来文方言当中呢，马六甲又有避风港的意思；而在阿拉伯商人的圈子里面呢，马六甲则是商人聚集的地方、见面的地方的意思。而来到了葡萄牙人的嘴里呢，马六甲又变成了晒咸鱼的地方。商人们呢，除了因为贸易而为马六甲呢带来了这个社会发展还有繁荣，也为马六甲呢带来了形形色色的这个宗教、音乐、文学等等的元素，丰富了这一片土地的文化底蕴。而马六甲呢最独特的文化特色，就是这一些新移民跟本地人结合的后代，比如说华人跟马来人的后代巴巴诺尼亚，以及印度人和马来人的后代切蒂拉。如果呢有观众朋友想要知道更多呢关于当年印度人是如何来到马来西亚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一支影片，还有呢我们之前有做过了到底马来西亚有多少种印度人，也可以看这支影片。好，那这些特别的文化现象呢，都是不同的宗教、文化、习俗、语言的民族可以和谐共处，甚至是相互融合的最佳例子，更是奠定了日后呢我们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的这个基础。那现在呢已经在马六甲落地生根的这个多元文化呢，并没有因为岁月的关系而淡薄哦，反而呢因为时间的酝酿呢更显得浓厚。所以呢如果你下次有机会去马六甲，除了要看看马六甲的红屋啊，还有圣保罗教堂，我们也建议你到时候要去看看马六甲的和谐街，也就是跟马六甲机场街呢并行的这个 Jalan Tukang Emas。海外的朋友笔记笔记。那这条街呢有许多不同宗教的膜拜场所，从这个 Jonker Street 牌坊往里面去走的话呢，你分别会遇上马六甲三多堂、Kueh Sri Poyata Moti、Masjid Kampung Keling、青云亭、香林寺、马六甲淡米尔卫理公会。那当中呢，最为传奇的莫过于肩并肩站在一起的这个清真寺，还有新都庙啦。
因为呢这2座建筑呢都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哦，而且呢至今呢还是正式的膜拜场所。除了会在各种宗教节日进行庆祝、祈祷仪式等等的活动呢，也会在平日呢开放给大众去参观的。那除此之外呢，在马六甲和谐街中央的这个位置呢，就有一座呢历史悠久的古刹，也就是呢马来西亚最著名也是最古老的寺庙之一青云亭。根据记载啊，青云亭呢是建于1646年，在2024年的时候呢，它已经高龄378岁了。哦，我真的不知道哎。这么多年以来呢，青云亭呢除了是一座寺庙，更是兼具许多社区功能的。比如说早期南来的华人呢会在这里聚会啊，联络感情啊。青云亭呢更会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扮演这个仲裁机构。各位团友，现在我们来到了第2站，吉隆坡和谐街。吉隆坡自从是19世纪的后期开始呢，就因为这个锡矿业而崛起，成为了雪兰莪州内呢最为重要的城镇之一。吉隆坡除了是雪兰莪州重要的这个锡矿生产地，更是呢锡矿转运、集散还有贸易中心。这呢就让吉隆坡成了雪兰莪州最富裕，同时也是最动荡的地方。在那个年代啊，锡矿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行业，所以呢，不管是在当地掌权的王室贵族啊，还是新来乍到的这个英国人，都纷纷投入锡矿业当中，自然呢就会发生了各种的纷争和摩擦。而这些大佬们呢，为了要争取最大的利益，往往呢谁也不会放过谁哦。所以呢，经常会有因为争夺地盘而发生大型的这个械斗事件。1867年，雪兰莪皇室发生了这个内乱，分裂成了 Raja Abdullah 派系还有 Raja Mahadi 派系，两边呢各自派出了军队互相攻打。1872年 ，Raja Mahadi 的军队攻下了吉隆坡之后呢，更是直接呢把这个吉隆坡呢给烧个精光。不得已之下呢 ，Raja Abdullah 呢就只好请求吉打人、彭亨人还有英国人的帮助，然后呢才在隔年呢击退了 Raja Mahadi 的军队，重新夺回吉隆坡的这个控制权。也就是因为这场动乱啊，英国人呢才了解到自己的地位的脆弱，于是呢，为了要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就开始更加积极的去干预马来统治者的内政，其中就包括了吉隆坡的重建。在英国人的设计之下呢，吉隆坡就被分割成多个不同功能的社区，并且通过分而治之的手段来降低吉隆坡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摩擦，因此呢，才诞生具有浓厚单一民族社区，比如说 Brickfield 15杯、Jalan Petaling 磁场街，还有 Medan Pasar 等等。虽然呢，今天这些社区呢依然失去了当年的这个功能和角色，但是呢，却依旧承载着当年流传下来的一些文化韵味，成为了马来西亚的一道特色风景。就像我们今天呢，一旦提起 Brickfields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联想到这里呢是非常著名的印度社区，有很多的新都庙。但是呢，其实你又知不知道啊？其实呢 ，Brickfields 啊也聚集了许多其他民族的宗教场所哦。所以呢，今天我们荧光笔呢就要带你走一趟吉隆坡和谐街 Brickfields 15杯。我们可以从这个 Brickfields 比较著名的新都庙开始，也就是 Kuil Sri Kandaswamy、Kuil Sri Virahanuman 以及 Kuil Sri Krishna。这3座寺庙呢，都有着华丽而繁复的这个雕塑，还有浓厚的印度神话气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去看一看，去听一听那些故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顺着这个 Jalan Sultan Abdul Samad 呢往前走，你就会在路边呢看到一座呢在1980年代建设的印裔穆斯林清真寺，以及背靠清真寺的15杯三教堂。三教堂呢，就是三一教的这个膜拜场所，是典型的华人传统宗教信仰，结合了这个儒释道三教，因此呢，三一堂内呢供奉了孔子、太上老君还有佛祖哦。那如果你想要更了解华人的传统信仰的话呢，可以看我们之前做过的这一支影片来看看。好，再继续往前走，你就会经过吉隆坡淡米尔卫理公会教堂。这是一座呢拥有超过120年历史的教堂哦。而这座教堂呢最为著名的地方啊，除了是会使用淡米尔文和英文布道，也使用尼泊尔语还有特鲁古语来布道哦。好，那接下来呢，你再要继续再往前走一些呢，就会看到 Brickfields 著名的西兰大佛寺，也是吉隆坡最古老的上座部寺庙之一。西兰大佛寺呢，又称为大马佛教大寺院，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哦。而寺庙里面的那一座100年菩提树啊，相传是长老从斯里兰卡带过来的。哇，我没有去过哎，这个。哦，是，那带我去看那个捡了一下那个菩提树叶。好，各位团友们，我们荧光笔和谐观光团第3站也是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 Penang。冰岛又称为槟榔屿，以前呢就是这个古吉打王朝的重要据点，除了是通商的这个港口呢，更具有相当重要的军事和战略价值。
当时候呢，冰岛上除了有马来人，更聚集了来自马六甲海峡对岸的印度尼西亚弥南加堡人 Minangkabau、亚齐人 Aceh 以及五吉斯人 Bugis， 还有漂洋过海而来的阿拉伯商人。华人呢？这是早期了。哦，所以还没有华人呢。哦，OK， 好。他们呢，除了在冰岛上经商，有的更会选择呢在这里定居，并且跟本地的马来人通婚，是最早期的民族融合的例子之一。后来呢，随着冰岛和北海呢割让给大英帝国以后呢，槟城就渐渐成为了大英帝国的这个东印度群岛，也就是我们现在口中的东南亚里最重要的殖民地。槟城是大英帝国主要的贸易港口，负责呢转运来自中国还有印度之间的各种商品。为了要提供正在高速发展的冰岛更多的劳动力呢，英国的殖民政府呢更是直接大量引进印度裔和华裔的劳工，让冰岛呢成了名副其实的民族大熔炉。来到今时今日啊，槟城呢仍然是马来西亚唯一一个华人和印度人占多数的州属，自然呢也让槟城有着更为浓厚的多元文化气息和特色。这些社区呢散落在槟城的各个角落，就像是无时无刻的展示着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这个风采。今天呢，我们荧光笔呢就要给大家介绍这些集合了各大宗教场所的和谐街吧。我们可以从当年这个法兰西斯莱特 Francis Light 登陆这个冰岛的地点，也就是康华利堡这一边开始，就是现在的这个亚卡给 Jalan Masjid Kapitan Keling， 一路往南走到这个打石街，就是 Achin Street， 在短短的700米路程呢，我们会经过5个宗教场所，分别就是圣乔治教堂、广福宫观音亭、斯里马哈玛丽安曼新都庙、甲必丹吉林清真寺、打石街清真寺。圣乔治教堂呢是东南亚最古老的圣公会教堂，早在1818年就落成开始使用。而广福宫观音亭呢，则是由早期呢来到冰岛的这些华裔劳工合资所建造的，以观世音菩萨呢为主祀，是代表着槟城华人祈求平安的寄托之地。打石街呢，曾经是早期槟城呢这个墓碑制作的集中地，又因为这里附近呢居住了很多的亚齐人，所以呢才被称为 Achin Street 亚齐街。而清真寺呢，相传是亚齐富商出资所建造的，是当年呢许多要到麦加朝圣的东南亚穆斯林必定会拜访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跨过这个濒危海峡，来到了威省的 Seberang Jaya。这里呢有一片由槟城州政府指定的这个宗教保留地，在这个杜达路就是 Jalan Toda 上面呢，形成了一个包含了一共9个宗教场所的和谐街，它们分别是北海苦生寺、阿鲁米古斯里巴拉木鲁干好难，阿鲁米古斯里巴拉木鲁干庙，我要再顺一点，阿鲁米古斯里巴拉木鲁干庙。斯里拉达奎师纳坎海，然后我发现我要念英文也没有比较容易。Sri Radha Krishna Kanhaya Temple 很难，再一次啊，斯里拉达圭师纳坎海亚奉献与觉之庙，北海西克庙，比努伊勒基督教会。士布朗在野佛教会、士布朗在野观音庙、阿鲁米古卡鲁玛里安曼神庙，以及森比朗清真寺。哇，这个真的是考验我绕口令这样啊！来，我们大家 print screen， 你们来挑战看看。然后你们挑战之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们挑战的怎么样。好，刚刚提到这么多的宗教场所当中呢，又以这个阿鲁米古卡鲁马里安曼庙最为突出。Why？ 因为你远远就可以看到高耸的这个主庙塔。那这个庙里呢，祭祀的是卡鲁马里安曼女神，她呢是新都教里面的大地母亲之一，同时呢也是执掌疾病、健康和治疗的神明。而正在扩建当中的这个 Seberang Jaya 的观音亭呢，更有望在2024年底落成，到时候呢，它将会是北马一带最大的观音庙哦。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到威省最古老的城镇之一大山卡 Bukit Mertajam 大山脚。大山脚呢，曾经是槟城的最大的香料种植区之一，因此呢，早期的大山脚也聚集了许多不同的民族，而他们呢，经常会在大山脚的市中心老巴萨附近呢活动，建造自己的这个宗教场所。现在呢，大山脚巴萨附近呢，仍然有多达9个不同民族的宗教场所，所以呢，这一带呢又叫做大山脚和谐街。那这些宗教场所呢，分别是
丹那列月增他兰泰佛寺、德教会赞化阁、大三角观音亭、双溪南梅赞美清真寺、拜拱井玄天庙，又称福德正神庙。OK， 这个有点难。双溪南梅丹达乌他伯尼梅 ，sorry， 双溪南梅丹达乌他伯尼姆鲁，还是双溪南梅丹达乌他伯尼姆鲁干印度神庙，还有斯里摩诃阿里安曼神庙，以及大三角卫理公会教堂，最后还有圣安娜圣殿。那这些宗教场所呢，大多数都是在大三角呢开户的时候已经存在的，所以呢，所蕴含的这个历史呢，也跟大三角这一座城市一样悠久。有好多呢都是百年古迹啊，其中又以圣安娜圣殿呢最为古老，有着接近180年的历史了。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这一座马来西亚唯一的圣殿，可以点开我们之前做过这支影片来看哦。那虽然呢，我们马来西亚人呢仍然经常的很自豪的表示啊，我们的这片土地上呢，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完整的保留自己的语言、宗教、风俗和传统。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啊，这些年来这一些世界难得一见的多元文化特色，却总是被一些特定的有心人士所操弄，就导致了我们马来西亚各民族之间的摩擦和张力都在节节攀升，硬生生的撕裂了这一个社群。所以呢，我们今年呢，想要生活节才会选定 Blend 餐餐这个主题呢，来希望呢，透过这一些活动啊、节目啊，这个力量呢，来拉近大家的距离，更加希望呢，可以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有机会可以突破我们自己的同温层，打破我们的 bubble， 来到同样的一个地方，一起跟其他的民族的朋友一起玩，引导马来西亚走向我们喜欢的样子。所以，请 block 下你们的这2个日子，吉隆坡一场，还有槟城一场，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这些活动，还有这些节目。那最后呢，要感谢我们2024年想要生活节的伙伴 Harmonico。Harmonico 呢是由宾州首长机构呢所成立的，为了推广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和民族和谐的机构，他们会不定期呢在槟城举办各种的活动哦。有兴趣的朋友啊，记得点开这个网站来看看，他们也做了不少的内容，让大家可以去认识更多马来西亚尤其是在槟城的这些宗教场所。那我们呢这一次的生活节呢，也会跟 Harmonico 合作，有这个和谐街导览的活动。如果想要报名参加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描述栏里面去点击报名哦。好，那希望在想要生活节 Blend 跟你相见。如果来不到的话，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